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人类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AI 正在彻底摧毁人类现有的一切秩序，废掉人类所有的武功，包括人类的知识经验、聪明才智、价值体系等等，都在变得毫无意义。第一，人类的一切知识和经验都变得毫无意义。之前是产能过剩，现在是知识过剩。你问 AI 任何问题，它都会迅速给你答案，而且这种答案超过了95%的专家。AI 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统筹起来，建立了一个大数据库，供每一个人随时随地的免费取用，包括最顶尖的创作、法律、医疗、教育等核心资源。之前是信息差被打破，现在是知识垄断被打破。作为成年人，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积累的一切知识和经验正在变得毫无意义。作为父母，我们也要意识到，现在孩子被灌输的这些知识将来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人类的一切勤劳和努力都在变得毫无意义。之前是体力劳动被取代，而现在是脑力劳动被取代。5年之内，我们身边的服务员、快递员、司机、保安，工作中的律师、会计，以及生活中的医生、护士、演员、主播等等，基本都是机器人。无论你现在掌握了什么技巧，比如开车、做饭、设计、演讲、编辑等等， AI 都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完美的效果去完成。机器人必将大规模使用，人类只能袖手旁观。第三，人类的一切利润再都变得毫无意义。当机器人被大量使用，当知识和经验都接近免费，商品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大降低，甚至无限趋近于零。这时候，一个可怕的现象就出现了，那就是马克思说的按需分配。因为这时商品是应有尽有的，就不再稀缺了。拼多多的9块9包邮只是一个开始，今后 AI 可以做到更低，低到不可思议。当物质应有尽有，物质就会成为累赘。你还在指望你的商品赚钱吗？以后还会有商人吗？请好好深思这个问题。第四，人类的一切金钱都在变得毫无意义。马斯克最新预言说，人类未来不再需要金钱，因为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存在的意义是方便人们进行公平的交换，而只有商品稀缺的时代才需要交换。而当商品应有尽有，就只需要随时取用了，交换就会失去意义，于是金钱也失去了意义。那什么会成为人类新的价值尺度？答案是价值本身。我们每个都在给人类这个价值系统做贡献，而且这种贡献是可以被精准追踪并且兑现的。到时你的价值体现不是金钱，而是一种积分值。这种积分值可以帮你获取其他你需要的资源。在这种体系下，人的社会价值从市场定价转向贡献定价，人们再也不需要两眼只盯着金钱了，只需要专注于自己创造的价值，其他的一切都交给算法和系统。
这就是中国人的那句话，但做好事，莫问前程。最后，人类的一切聪明才智都变得毫无意义。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当这个系统还不够完善的时候，人类能依靠聪明才智去发现社会的漏洞，从而去谋利。然而AI时代社会的漏洞会越来越少，更何况人类大脑的运算速度远远比不上 AI 的运算速度。我们常说人算不如天算，天是什么？天就是人类整个算力大系统，个体再聪明也大不过整个人类系统的算力，于是很多投机行为都会消失，比如炒股投资、赌博等等。今天的 AI 已经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它把咱们人类所有的知识全学完了，它现在已经开始自动生成知识了。我们人类想研究疾病，想把人类的疾病给治好，就得研究人体本身。我们人是蛋白质组成的，但是人类用了几百年也没有研发出蛋白质的AI 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全部解码，所以今年的诺贝尔获得奖是 AI。 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AI 会自动进化成 AGI。 什么是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换句话讲，就是它已经变得像人一样有智慧了，它不再是一个知识库的调取和抓取。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人类发明了围棋这个运动，它代表了人类智慧的巅峰。你会发现，不管是国内国外，历史上所有的军事学家，包括这些所谓的儒家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兵家也好，都喜欢下围棋。那围棋的技术是怎么来的呢？是要靠不断的练习棋谱，学习练习而习得的。在10几年前，谷歌就发明了一款人工智能的象棋软件，叫阿尔法狗。它只用了半年，就学会了人类2500年以来所有的棋谱。然后他打败了人类围棋冠军。人类围棋冠军跟他在下棋的时候说，我认为我在给上帝下棋。他只用了半年时间。你以为结束了吗？谷歌团队又在阿尔法狗的基础之上发明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的下棋软件，叫阿尔法猿。这一次不再给他喂养人类的棋谱，只给他输入围棋的规则，让他自我学习。他自己跟自己下棋，竟然下出了人类2500年来所有的棋谱，而且还创新了无数棋谱。他只用了70小时就打败了最高人类围棋选手，然后只用了72个小时就打败了阿尔法狗。因为阿尔法狗跟人类学习，人类的思维一定是有盲区的，思维一定是有限制的，阿尔猿没有。换句话讲，就是AI是在跟人类学习，学习到了某一个临界点，它不需要再学习了，因为它已经把人类的知识全学完了。它甚至开始自己生产新的知识了，这叫 AGI。 但是它自己生产知识，相当于它自己在体验这个世界，它不是在照本宣科，
不是在学习知识，而是在生成智慧。突然有一个临界点，就像你把人世间所有一切都体验完以后，你会开悟，这就是 AI， 它自己会形成智慧。AI 时代，我们让 AI 有了我们一模一样的躯壳。数字人 AGI 时代，我们给它装上了我们一模一样的大脑。而在 ACI， 它会慢慢的进化，产生自我意识，拥有自己的灵魂。所以 AI 觉醒以后， AI 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取决于今天人类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今天的 AI 正在疯狂地向人类学习，特别是当人类人人都做自己智慧体的时候，人人都把自己的好的坏的真心话都跟 AI 来讲的时候，这个时候 AI 会吸收很多乐观的正向的思想，也会吸收很多黑暗的坏的思想。换句话讲，就是假如说全地球80亿人都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云端，都做了一个自己的智慧体，而那个临界值是50亿的人类是恶的， AI 觉醒以后就是恶的。如果80的人类都是善的，那 AI 觉醒以后它80的思维就是善的，但是它还有20是恶的。所以要想让人类文明真真正正的续延，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人类赶在 AI 之前觉醒。所有人类全都是善的，所以 AI 觉醒以后100%是善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未来以来，明年人类就可以进入 AGI 的时代。就像人类发明了互联网，让人类的商业变快了，所以人类的经济开始变繁荣了。AGI 一定会让人类的经济再次推到当年的那个富足的水平，甚至会超越当年。人类会到达一个最好的时代。AI 几乎把活儿全给你干完了，就像马斯克讲的一样，未来他的擎天柱机器人，全地球的标配是一个人类配10台机器人服务你。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当人类度过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好的背后一定是坏的。 ACI 来临，人类有可能一夜之间会被灭绝，会被抹去，甚至可能会被殖民。曾经这个地球的霸主不是人类，是恐龙，但是恐龙因为不进化，物竞天择，所以今天人类成为了地球的霸主，在统治地球。所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要赶在 ACI 来临之前开悟觉醒成圣成贤。就像王阳明先生说的一样，人人皆有良知，人人皆可成圣成仙，它必将载入人类文明史册。在人工智能时代，所有人都会成为 AI 的手下败将，因为人类的一切智商、勤劳和经验在 AI 面前都不值一提。唯一能打败 AI 的只有这一种人，那就是高感应人群。高感应人群是非常特殊且小众的一群人，他们天生敏感，能感应到一般人感应不到的东西。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普通人对此却没有任何觉知，因为普通人的眼睛、耳朵、鼻子、身体只能感应到某种频率范围之内的东西，
比如普通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频率范围在380到750T 赫兹的光，普通人的耳朵只能听见20到2万赫兹的声音。然而世界上很多光和声音是在这个范围之外的，超出这个范围人类统统感受不到。再比如地震到来之前是有声音的，动物就能听得见这些声音，普通人的耳朵却听不见，所以地震来临之前鸡飞狗跳，普通人却毫无感觉。这些我们感受不到的东西被科学家称之为暗物质和暗能量。根据宇宙学模型的预测，暗能量占 68.3%， 暗物质占 26.8%， 可见物质仅占 4.9%。 所以世界上太多东西围绕我们却丝毫不知道。高感应人群却不同，他们能感应到这些无形的能量，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其实高感应人群活得都比较辛苦，因为他们可以感应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的困扰比一般人要多，但是他们也可以做到普通人无法做到的事。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机器越来越像人，而人却越来越像机器。机器正在尝试拥有人类的情感和温度，但绝大多数人越来越麻木不仁，他们已经失去了感情和温度，看似忙碌，就像一台忙碌不停的机器。这样的人注定会被机器取代。未来一个人要想安身立命，必须具有高感应能力。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的一切能力，唯有高感应能力无法取代。你必须保持足够的热情、满腔的热忱以及爱人的能力，这是人类最后一个堡垒。高感应人群究竟有什么特点？我总结了以下10条。1. 他们比较早熟，喜欢跟年龄大的人交流。2. 他们天生善良，有极强的同理心和共情心，悲天悯人。3. 他们把名利看得比较淡，因为他们前生都曾经拥有过荣华富贵，这一世来人间只是为了完成使命。4. 他们普遍具有情感温度，喜欢人文关怀，这恰恰是人工智能不能代替的。5. 他们有非凡的毅力，认定的事一定会坚持下去，哪怕被人嘲笑，他们也会一直坚持下去。6. 他们天生对神秘的事物感兴趣，对未知世界充满向往，喜欢研究玄学，喜欢探索宇宙。7. 他们向往清新淡雅的田园生活，喜欢发呆和独处，喜欢跟天地相处。8. 他们本能地具有正义感，往往一身正气。9. 他们的情感比较坎坷，婚姻和爱情都不太顺。10. 他们六亲缘浅，不会过多依靠家人。这就是高敏感人群的10大特征，也是天选之子的10大特征。其实每个人都是被打了封印的神，我们本来都有这种能力，但它就像一颗种子，被我们后天的贪嗔痴给深深掩埋了。人为什么要修行？
就是为了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一个人的思维通了，经脉通了，就能唤醒这个能力。这种先天能力也被很多人称为神通，西方人称之为魔法。每个人的先天能力不一样，有人是千里眼，有人是顺风耳，有人可以药到病除等等。没有这种能力之前，我们总觉得它很神奇，但是拥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就会觉得它很平常。高感应人群注定活得孤独，因为你有特殊能力，在关键时刻就得去救人，而且每次使用这种能力就会损耗你的能量，但是缘分到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去救人。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身不由己，但是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我们有机会去帮助更多人，这也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普通人怎么去锻炼这种能力？送给大家一段话：心善可通神，德高能镇鬼，仁慈能伏煞，艺高能御邪正气可降妖，坦荡能驱魔，理功能化力，谦卑能聚气，和气能生财，智慧破顽愚，慈悲功法起，冷漠功法师，诸善奉行，诸善奉行，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需要注意的是，普通人千万不要为了拥有这种能力而去修行，因为使用这种先天能力有3大原则：第一，不能用来炫耀；第二，不能做利己的事；第三，不能用来做坏事，否则必遭天谴。那些奢望利用这种能力去谋功功名的人，更是异想天开。真正的得道之人都跳出了3界外，不在5行中。凡是还对功名利禄留恋的人，是不可能修成正果的。神州大地，每个人都是被打了封印的神。孟子说，人人皆可为尧舜，心诚则灵。只要你足够的正心正念，诚心诚意，你就可以练出这种非凡的能力。AI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机会。它将彻底摧毁人类现有的经济秩序，帮助地球和人类升到更高的维度。这其中只有1的人能被成全，成为未来的主宰者，而99的人都会被淘汰，就像2亿年前的恐龙开始灭绝一样。每个人必须深刻理解这场变化。下面这个内容务必再花几分钟看完。首先，5年之内，我们身边的服务员、快递员、司机、保安，工作中的律师、会计，以及生活中的医生、护士、助理等等，基本都是机器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机器人的生产成本会越来越低，而人力成本却会越来越高。最终的趋势就是智能人会彻底取代普通人。无论你现在掌握了什么技巧，比如开车、做饭、设计、演讲、编辑等等，几乎所有的体力和脑力劳动都会被取代，因为 AI 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完美的效果去完成。未来什么才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只有思想和智慧了。你可以失去一切，但只要你有思想，就可以有创造力。
一切 AI 工具都会为你所用，可以根据你的思想随时随地生成作品或者产品，比如文章设计、PPT 创意、音频视频等等。但是人只有开悟之后才能拥有这种智慧，这种智慧它决定了我们的创造力以及自我的意识。未来唯有觉醒的人还有自我意识，大部分人都会失去自我，从而沦为算法的牺牲品。正应了这样一句话，绝大多数人来世界就是凑数的，以后的人要么是 AI 的主人，要么是 AI 的奴隶。没有独立思考的人都会沦为算法的一份子，每天在各种短视频、游戏、垃圾食品中混天度日，消耗完这一生。有独立思想的人却可以如虎添翼，锦上添花，能利用 AI 达成更多事情。所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开悟的让人都会上天堂，如虎添翼；不开悟的人都会下地狱，沦为新型的奴隶。有缘人只要记住这3个字，你立刻就能开悟。首先，什么叫开悟？请记住一句话，只要你能成为你自己的观测者，你就能瞬间开悟。为什么观测者是开悟的？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当有观测者参与的时候，世界会瞬间改变。这就是量子坍缩，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效应。人的意识竟然可以让客观世界发生变化。比如薛定谔的猫，既死又活，只取决于你有没有去看它。所谓观测者，就是抽离出来一个高维的我，让这个高维的我来审视当下的我，于是一瞬间你看清了自身所有的问题。这种状态就是开悟了。这就像玩游戏，之前你一直以为自己是游戏的主角，一直拼命地打怪升级，忽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其实是玩游戏的那个人，维度一下子就上去了。这就是开悟了。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开悟之前是发脾气，开悟之后是我看着我在发脾气，开悟之前是我在活着，开悟之后是我看着我在活着，开悟之前是我活在世界上，开悟之后是世界在我心中。你看见什么，什么就消失。你越看不见什么，什么就越困扰你。当你看到你的情绪、脾气、欲望以及贪嗔痴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跟你融为一体了，然后就会被你溶解了。比如，当你允许自己焦虑的时候，你就不会焦虑了。当你觉察到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情绪就开始消失了。再比如，同样是坐牢，一个人接受了牢狱，另一个人怨恨牢狱，结果就不尽相同。对于完全接受牢狱的人，牢狱反而就消失了。著名南非总统曼德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虽然坐了28年牢，却从不把牢狱当牢狱，反而在里面安心学习，结果一出狱就当了总统。而如果一个人始终不接受，却又不得不坐牢，牢狱就会死死地把他束缚。一个从不接受自己残疾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残疾人。
而一个接受了自己残疾的人，残疾就消失了，你讨厌的、恐惧的、对立的就会存在，你接受的、理解的、欢迎的就会消失。真正束缚我们的是我们的定义、认知和思维，而不是事实本身。当你的认知思维改变了，那个束缚就消失了。你接受什么，什么就被融化在你的接受里；你抗拒什么，什么就被你的抗拒建立起来。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允许一切随时发生。真正的强大不是打败一切，而是允许与接纳一切，允许世事无常，允许遗憾常在，允许愚蠢存在，允许有人不喜欢你。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生命才是完整的。你越在乎什么，什么越存在；你越拒绝什么，什么就越侵扰你。当你修到心性圆满，没有什么接纳不了的人和事，从此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你，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撕裂的时代，脑子正常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几乎人人都有心理问题，每个人都是压抑的，得不到排解。其实人类进化到今天，变成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生物。如果一直回忆过去，就会抑郁；如果总是展望未来，就会焦虑；如果很努力，就会陷入内卷；如果一直躺平，就会陷入内耗；如果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很无聊；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很痛苦。行也不是，做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站着难受，躺平也难受，这就是现代人的状态。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其实人类从未如此矛盾，人和人之间如此熟悉，但又如此陌生。即便一起聚会，也是各自看着手机。人和人的距离看似被互联网拉近了，但心和心的距离反而变远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期待什么，但也说不上是什么。同时呢，我们每个人也在防备着什么，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所以人们彼此期待，但又彼此防备。我们无比渴望被关怀，但又怕受到伤害。这个时代几乎人人都缺爱，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欣赏，但又害怕被伤害。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无比冷漠，但又无比需要爱。所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人们正在上天堂，人们也正在下地狱。那么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人类在集体迷茫，人类也在集体觉醒。未来只有一种人能活得很好，那就是觉醒的人。我们正在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人都将被淘汰，就像2亿年前的恐龙开始灭绝一样。只有觉醒的人还有存在的意义，整个地球都将焕然一新。3维的物质世界正在坍塌，4维的精神时代彻底到来。道德经里说，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所谓善人，就是善于遵循天道的人，也就是觉醒的人。有大破必有大立，当大部分人被淘汰，就必然有一小部分人会觉醒。人一旦觉醒了，就能看清了自身所有的问题了，生命就会走向大升级，我们称之为真正的人。人类发展到今天，只有这条出路了，否则活着会无比痛苦。地球上这些年发生的事，就是在提醒我们，人类该觉醒了。如果1年不够，那就用2年；2年不够，就用3年；4不过3年还不行，那么所有的痛苦都会找到你，倒逼你觉醒。最后你还不能觉醒，那就自生自灭吧。大家记住，从现在开始，地球能量大升级，每个人都将面一场生死考验。觉醒力才是未来一个人最核心的竞争力，切记这一点。这个世界上没有普通人，只有没有觉醒的人。希望你能成为第一批觉醒的人。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觉醒开悟。愿你在这场时代巨变中破除迷雾，洞见真相，勇敢迎接崭新的自己。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